最近1周内，俄军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远程海基和空基精确制导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能源和军事工业设施进行了35次联合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前线地区发生79次战斗，乌军对俄多个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雷达站、防空系统、电子战平台、物资仓库等实施打击。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26号夜至27号凌晨，俄军从陆海空向乌克兰发射34枚导弹，乌军共拦截21枚导弹。乌方称，多地能源设施被导弹击中，受损严重。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称，欧盟的供应安全依赖于这些能源设施，乌克兰至少还需要7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新一轮对俄制裁，将首次涉及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包括禁止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在欧盟境内转运，并制裁俄方3个液化天然气项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欧盟的制裁将产生反噬效果，对俄制裁只会让美国受益，因为这意味着欧洲工业将为天然气支付更多费用。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洲追随美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实施禁运或限价措施，试图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然而，俄欧油气分家，美国借机向欧洲出口高价天然气，跃升为世界第1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欧洲在能源领域脱俄引发明显反噬效应，形成对美液化天然气的高度依赖，饱受油气溢价之苦。多国能源供应紧张，通货膨胀加剧，民生受到冲击。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的北溪管道2022年9月爆炸后，至今仍无明确结论。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北溪管道问题举行讨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表示，恐怖袭击北溪管道的主谋逃脱不了罪责，俄罗斯将为此动用所掌握的一切工具。Но выявлять виновных и привлекать их 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никто не собирается. Это как если бы в ход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убийства спустя год следствие пришло бы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потерпевший был убит. Сценарий, который больше похож на театр абсурда.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北溪管道爆炸至今已超18个月，仍没有一个明确结论。瑞典、丹麦作为事件重要当事方，在开展国别调查1年多后，于今年2月相继宣布终止调查。两国的国别调查没有透露实质信息，没有公布具体进展，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引发国际社会更多猜测和疑虑。中方再次呼吁尽早启动联合国牵头的国际调查，还事情以真相，给世人以交代。当天，国际反恐专家拉里·约翰逊表示，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参与了北溪管道案件。这起爆炸案给德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经济痛苦。